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刚发布的还热乎着的 LG 游戏手机的第5代啊。其实，在游戏手机这个小的品类里边，毕竟它不是大众产品嘛 ，LG 在配置方面绝对是最极客的，几乎没有之一。不光是你，小白测评马上开始。本期还是一样，干货非常多，记得3连点赞。买手机上小白优品 APP， 3天无理退货，180天保修，原装正品，国行代票，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3C 数码尖货，赶紧搜索上车，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这次呢，我们手里这个版本呢是 LG 游戏手机5幻影。现在所有的游戏手机这个全称啊，其实都要加上腾讯游戏手机，还是在手游方面有自己霸主级的这个地位。这次呢，其实在整个的型号上啊，有一点点的怪，就是它的这个 Pro 版呢，还不如这个5幻影来的最顶级。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跟大家说。像这个能量柱一样的这个包装盒啊，赛博朋克风格的一个漫画壁纸一样，这个里面啊也有这个漫画。非常帅，这个发型我很喜欢啊，回头我也梳一个。旁边呢是它的这个散热背夹，叫酷冷风扇5，还专门设置了2个按键在上面啊，这个就是它最大的差别了。这应该是今年我们拆过的最不环保的一个手机包装了。充电器还是很有分量的 ，C 口可扎拔，65瓦的，可以给你的笔记本进行充电。包装非常复杂，其实还有玄机，就是这个漫画。基础配置方面呢，还是旗舰3件套，888 UFS 3.1 LP DDR5都是满血的。冲上手这台机的第一感觉就是，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跟之前上一代的 LG 相比呢，其实它更加游戏了一些，在这个设计元素上呢更加复杂了。最重要的就是。它加入了一小块的屏幕。这次我说配置比较怪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5幻影是它最顶配的这个版本，因为它运行内存达到了18个 G。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啊，你正在看视频的这个手机或者你正在用的，它的运行内存是多少？比我们工作室90%的电脑的运行内存都要大了啊！这小块屏幕呢是这次新加的，如果是5 Pro 的话呢，它是彩色的，但是呢，它又没有18G 运存的这个版本。这个小屏幕官方名字叫 LG Vision， 你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自定义，比如说你可以把它设置成电量是多少啊，或者说启动游戏时有一个动画呀。比较实用的是这个来电，比如说你这个手机扣放在桌子上，而且是静音状态的时候，你后边这个小屏幕可以显示这种来电的动画，甚至你可以设置成自己的这个文字啊，自己的这个图片啊，可玩性还是挺高的啊。这个游戏手机的用户就喜欢这些东西是吧？拿上手的感觉呢，机器还是比较厚重的啊，毕竟还是一如既往的超级大电池，6000毫安时，搞不好这个电池容量应该是小白测评在整个2021年最大的这个电池的手机了。而且它也不是傻大，是2个3000毫安时的电池，也就是一个双电芯的设计。镜头方面参数给大家打出来，主摄的 MX686，作为一款游戏手机来说呢，去年的一颗旗舰级的6400万sensor不算缩水啊，而且呢突出也并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因为手机比较厚。后背这个686呢可以实现8K 30fps 视频的这个拍摄，底部 Type C， 而且这次呢回归了3.5的耳机孔。这个不管你是怎么厉害、怎么牛逼的这个蓝牙耳机是吧，不如有线这个延迟低。它设置了一个亮蓝色的卡槽的这么一个颜色，还是非常扎眼的啊。正面屏幕的话呢，游戏手机它还是顶部边框和下巴呢都是比较宽的，6.78英寸三星E4材料的定制144赫兹的一块屏幕，各种素质方面都是挺顶的，而且144赫兹也是这个E4材料目前能够达到的，或者说已经发售的吧最高的这个刷新率的了。红魔的那个虽然达到了160赫兹，但是它不是E4材料的这个三星屏，而且这也是有低亮的 DC 调光的30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保护这块屏幕的呢是康宁的 Victus， 也就是之前我们给大家专门做过测评的最强的大猩猩玻璃。后背的话呢是3代玻璃，整个体验下来比较厚重，但是堆料堆的一如既往的猛啊。从小米10往后啊，其实我们已经非常少接触到对称式双扬声器的手机了，这个是正面的对称式双扬声器，所以说你在打游戏不戴耳机的时候，这个声音效果非常的好。我们听一下。
实测数据方面，娱乐兔74万位列第3，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2轮大开测试，18G 运存的逆天版本啊 ，LG5 平均用时107秒，优化还是没有近100秒大关。续航上144赫兹模式下3小时轻度剩余55%，小白测评5小时重度剩余18%。虽然和 GT 并列第3，但考虑到60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啊，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65瓦双电芯快充，实测每小时75%，54分钟100%，LG3充到100%，用时99分钟，提升巨大。但 LG5 的涓流很长，近20分钟，完全充满要74分钟。发热上，数据库标准的1小时和平镜 HDR 高清加极限60帧，正面最高45.5度，背部42.1度，表现还 OK。在帧率方面，和平精英流畅加90帧，平均89.6，非常稳定。光明山脉极限性能测试 ，LG5 平均59.1帧，有一点小波动，整体还是非常流畅的。极限原神最高画质测试 ，LG5 平均帧率58.3啊，这是非常高的了啊。但是游戏10分钟后帧率波动频繁了。原神的最高发热上半小时温升曲线，游戏5分钟冲破了50度，达到了51.5，15分钟53.9，随后温度有些许下降，大家可以暂停对比一下小米、红魔等其他机型。OK， 下面就是最极客了，我觉得这次升级的甚至都有一点过头了，这个触控操作了啊。顶部它是有2个触控肩键的，这2个肩键呢，它内侧和外侧呢可以设置2个不同的操作，也就意味着它虽然说是2个肩键，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4个肩键来用，你可以进行丰富的设置。风扇方面还有2个实体的按键，触控效果也还 OK 啊。这两边还是有2个滑擦式的按键的。如果你够极限的话啊，你这2个手指，当然这个就需要专业选手的来适应了。我现在是非常不适应，我这个手指感觉都不会动。这样的话，你算下来，正面大拇指，顶部2个食指，后背的吧2个中指，然后无名指，哎呦，我这个够不到啊，8指操作都可以了。当然，这个就需要非常极客、非常专业的选手来适应了啊。总之，就是打吃鸡或者打各种游戏的话，这就是一个硬件级的外挂啊。触控按键这么多，你可以实现及时的操作。当然，这也非常考验你的这脑袋，还有你的手的这个反应能力了啊。除了肩键这样的实体按键 ，LG5 这次还新增了一个体感操作，数量多达10种啊！通过快速移动来激活，比如说你在吃鸡之中，手机向前翻快速冲刺，向后翻快速卧倒，上下晃动换弹夹等等。听着确实非常帅，但是学习适应的成本还是挺高的，且得你适应一下。不过实际体验中呢，还是挺灵敏的啊，对触发的速度也有一定要求，不易误触。再加上后背和风扇上的各种按键，这绝对是要将物理外挂进行到底啊！不过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游戏的时候设置1-2个体感就 OK 了，设置的太复杂，难免在钢枪的时候有点手忙脚乱。之前呢有这个 X 模式，就是一个全积雪模式。如果你加上它这个酷冷风扇之后，它还有一个 X Plus 模式，就是在积雪的模式基础上再积雪一下。我是说在座的各位，在这个控制台里边全部都可以设置。LG 这款手机的一个特性吧，就是给这种极致的极客的游戏用户做的这个准备。我觉得这手机要给我打游戏，那是真有点浪费。OK， 简单总结一下啊，在配置方面呢，我觉得这台手机就没得说了啊，就是把该给你的、不该给你的、不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大家可以把极客2个字打在公屏上啊。之前我们讲过，就是游戏手机呢有个大的趋势，就是它更加要照顾日常的使用场景。但是这款 LG5幻影呢，基本上或者说根本吧就没有考虑什么日常的使用场景，全部都是往着极客、往着这个游戏方向去的。游戏手机不就应该这样吗？如果你要是想买一个兼具日常使用体验的一款手机来说，那么这个又厚又重，而且好多配置你都用不上，我觉得大可不必。如果你要是想买一款极致的游戏手机，那这个当之无愧，这个就看大家的选择了。从市场的角度上来说呢，游戏手机一直都是比较小众、比较极客的一个圈子。其实在我工作生活的这个粉丝圈子里面呢，确实还能碰到一些游戏手机，但是你走在大街上，日常的生活之中呢，碰到游戏手机的这概率还是非常小的，所以说注定它就是一个小众化的一个产品。但是越小众越能体现一个厂商是不是对这群用户真正的了解，真正知道他们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大家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购就可以了，也不用说啊什么配置都是鸡肋啊，都是智商税啊，用不上啊。你用不上，别人不一定用不上；你用得上，别人可能觉得是鸡肋。所以说，不管你买游戏手机或者非游戏手机，或者说要兼顾的这个产品，明确自己的第一需求点就可以了。盲猜一下价格啊，我觉得这个18G 的这个运存，这个价格应该挺贵的吧？5000多、6000多。
大概这个价位段。OK， 后续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把它的所有实测数据都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里面。本期的所有实拍样张实测数据都可以在公众号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回复 LG5这几个关键字就可以了。更多内容精彩，新机首发，记得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不过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